其实中国需要马来西亚多过马来西亚需要中国，你认同这样子的看法吗？我绝对认同。因为现在就说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贸易伙伴是没有错。对，问题是你是顺他是你的，我们能够卖中国什么东西？反正是他卖很多东西给我们，什么都可以卖，对，飞机大炮都可以卖，什么都有。有时候我跟你讲中国哇，叫你卖几粒榴莲过去，我们好像得到很大的恩赐。有时候我真的很心疼的。所以不要把中国当作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要讲起来是其实美国，我们对中国的逆差是500亿，表示中国赚我们马币500亿每年，而且每年在增长。你每天骂美国，又背革它的产品，又讲它霸权，它每一年我们顺差是1100亿谁是财神爷？因为我们一路以来都是，我不敢用那个字亲共的，我们跟中国源远流长，讲出一点不是太好的话，反对的话，很多人不想讲，问我了。在选择我们国家马来西亚和以前我们父母的祖国，我选择是对自己诚实。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那么今天也就是在我们录影的这个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已经来访马来西亚了。那究竟习近平会在马来西亚的这段时间跟马来西亚如何来深化关系，还有马来西亚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要如何来继续的往前走呢，都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课题啊。那么在探讨这个课题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那么其实要谈到马中之间的这经贸关系呢，其实我们不能够不看这个全球的一个经贸的局势啊。就在9月4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对于中国的商品寄出高达145% 的关税啊，可以算是这个关税战是全面的开打了。那现在这种不留余地的场面呢，这一场的经济战的这个余波不仅是席卷到中美之间，更是波及到了我们东南亚的国家，甚至是我们马来西亚啊。那其实现在很像各国，包括我们马来西亚都被迫要做出选择啊，是要成为下一个中国产能倾销的受害者呢，还是趁这一次的危机，我们可以弯道超车来抢下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新的位置？其实这个选择对我们人民来说可能不是很困难，但是对政治人物、对于政府来说，他们要如何权衡跟两国之间的关系，这可是要有大智慧的啊。那其实有些人看到危机，也有人看到转机啊。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达豆刘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其实达豆他主张说，马来西亚应该要趁美中交恶的这个时机呢，来主动出击，与美国加快谈判的脚步来填补中国产品的空间。这样子的观点其实也引来不少的质疑，大家都在想说，其实我们真的有这个谈判的筹码吗？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的啊。还有我们是否要冒着得罪北京的这个风险去选边站呢？但是如果我们不选边站的话，很像美国也没有给大家太多的空间不选边站哦。这个已经是来到一个时间点，是其实两国似乎都要各国来表态的这个时候啊。达豆刘明，你上次来到我们节目之后呢，那一集节目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关注啊。那其实，在那集节目播出之后，其实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呢？能姐好，各位听众好。其实那个播出之后他的确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老实讲，我文章出来之后，我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当然我压力是有啦。不过不是人家想象那么大，怎么呢？毕竟我不是一个反共或反什么，我讲说心里话，就是我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其实我本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在马来西亚你讲爱国有点怪，对吗？其实是的，人家也是个爱国之人，对吗？因为我觉得那一次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我用那个字蝗虫经济就是中国的廉价倾销，它的确是我其中一个最早。或者是不是最早都是最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的一个人，所以那个事情播出之后呢，尤其是你那个节播出之后呢，遇到了很多那种不同商会的会长，他们都告诉我哇，那都你这个讲得很好啊，讲出我们心声。那我就告诉他们，讲出你们心声，要不要我们来一个直播啊？大家讲出各自的那种心里话。他们每个说不要你去讲就好，你比较会讲，所以。
你看在马来西亚现在的情况底下哈，要找个真话的人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路以来都是怎么讲呢？都是我不敢用那个字亲共了。我们跟中国源远流长，先要对我们的一个那个怎么讲？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国家讲出一点不是太好的话，反对的话，很多人不想讲。当然，很多时候你问我了。在选择我们国家马来西亚和我们一个亲密的一个国家、源远流长的国家，我们以前我们父母的那个祖国，我选择是对自己诚实，就是这个是对马来西亚是个非常大的伤害。两个国家利益当前，我当然是选择马来西亚，而且过后呢，到现在就每个人都认同我讲的话，对吗？都认同，但是有些人不认同的，尤其是消费者。对吗？因为很多消费者会认为说，大量的中国产品倾销的话，他们可以捡便宜嘛。但是大家没有去思考到的就是说，这样的倾销，它其实对我们未来的这个消费安全是会带来影响的，非常大的影响。现在能见我们身边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尤其是进口中国的朋友，全部50%，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逃避这个现在这个中国倾销的一个打击了，没有人 ，nobody， 除非你做的行业跟中国的商品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它不是它的强项。是，那其实达洛刘明，我想要请教你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说习近平已经来马来西亚访问了，但是你自己预估说这个倾销的情况会不会更加的严重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说美国对中国，它现在已经是在打这个关税战，145%，145%，意思就是说，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是要脱钩的，中国的商品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卖到美国去了，包括要来我们马来西亚洗产地，也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这个现在是美国会盯得非常的紧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认为说这个倾销的情况会不会更加严重？包括了我们现在看到说，以这个太阳能光伏板为例，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在马来西亚已经关厂要退场了啊。所以你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OK， 其实175不是145啊，其实是175，数字游戏也没有什么分别。是，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啦，对。那么像你所说的145或者175，根本就是把美中的关系脱钩，肯定的。那么你看能接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大概是每一年有记录了，大概是6000亿美金。洗场地之类或者其他用那个电商进去了，最少多了几千亿，我认为最少1万亿美金，1万亿美金。我曾经有些人问我一些询问我一个朋友在柬埔寨给过询问，他美国的量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单一的产品可以去到1万件以上的，你知道吗 ？100万件以上的了吗？是非常可怕的，也是很大的市场，很大的数量的。中国很多那个厂房或是专门接美国的单，所以当美国的单1万亿美金没有地方出口的话，没有地方输不到美国去，是不是要找地方出口？对，欧盟已经警告他了，冯德莱恩警告那个李强好像是你不要把你的那个廉价产品倾销到欧盟，对吗？他一定会建立那个贸易壁垒的。东盟现在成为好像是中国的第1大贸易区，所以而且东盟尤其是马来西亚是对中国最友善的，为什么呢？大开方便之门，完全没有关税壁垒，没有关税壁垒 ，OK， 我们可以建立一些非关税壁垒，对吗？就也没有。像我那次讲了，可以进来100%拥有权，他在马来西亚做生意容易过在中国做生意。那么就算你不用做生意，你把东西输往美国的产品输到马来西亚来。上一次在这关税战之前，我们的每一个，我可以告诉你能姐，几乎每一个在马来西亚做生意的中小型企业都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这一轮我认为这是第2次的双重打击，这一次会更加严重。而且我很肯定这一次是灾难性的。假如政府没有做出任何防备措施的话，你觉得政府应该要做哪一些防备措施呢？很简单，他们经常把现在政府把现在的情形大开方便之门，没有错的话，26个industry都能够无条件进来。那是当时是他们把这个东西推到拿酒那边去，
当时地界是2019年地界是纳吉开放的，为了讨好那个马云嘛，那时候26个人的税全部开放，是100%问。为什么那开放2019年那么多年没有事情呢？因为当时没有那个疫情。OK， 没有疫情，疫情过后，中国我认为他领导失策，他以为中国人的反弹力量很快，就2019年、2020年对吗？就是新冠疫情爆发过后呢，全世界开放，中国没有开放，结果我认为他误判形势，他以为中国的韧性很强，不过做生意和个人韧性没有关系。那当时候开放的时候，70政策开放之后呢，最少200-300万中小型企业中国的倒闭，所以变成他们有三头马车，第一头马车是投资，第二头马车国内消费，第三头马车出口，前面2头马车都大家了解，可能不是很好，第三头马车逆势成长，为什么？政府鼓励他们出口，中国出口是全世界知道，就是为什么其中一个很争议性的那个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或者我们经常挑衅，不是挑衅，经常讲中国为什么不守承诺的，就是他们补贴，就是你出口他们补贴的，所以当他这个马车就出口，他们把产能过剩的，他唯一是出口嘛，国内不能够吸收那么多，对吗？唯一的出口，所以你会看2023年和2024年它的出口成长是，我相信最少1倍以上。马来西亚就去年就增加了56.多%，你想想，大都是那种廉价商品。所以它有这种问题，就是为什么 WTO 美国他们就因为中国他们所谓中国不遵守承诺，所以就是搞到了现在的贸易战。这个贸易战是拜登之后，拜登接下去，结果特朗普2.0回来他更加的强硬。是，我们马来西亚其实要怎么样子来防堵呢？因为现在不只是这个剩余产能这样子倾销，但是还包括了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些洗产地，包括像太阳能光伏板或者是其他的产业来我们这里洗产地，但现在如果不能洗产地了，这一些的企业他们可能也要退出马来西亚了。其实你讲洗产地嘛，其实有一点点名过其实了吗？就是言过其实。为什么呢？他是在2015年来这里设立厂，OK。所以蛮久一段时间，而且所以它不是洗产地，它是真的是有在这里，他真的投资了几家在这里生产。对，好像那他为什么要离开呢？他是这样，最大那个叫金库，很大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在古林，好像后来在巴生附近有一家，他没有想到特朗普1.0增加了东南亚，他是这样的，我跟他美国当然要打中国的时候，他是看到中国100%拥有钱的话，他就是打下去的。因为太阳能是美国研究发明的，对吧？结果来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你知道了，他们所谓应用创新，对吗？他会做得更好的，所以变成他能够掌握技术的时候，美国慢慢已经失去了那竞争优势，没有再生产，就流到亚洲来。马来西亚还好好像27.1%，在越南它被增271%，你知道吗 ？OK， 所以被关闭，所以我相信它很大成分是做去给那美国，做去美国。所以当你全部做到美国去的话，你就完蛋。对，假如是讲你还有做欧盟或本地你还好，所以它关闭，我相信最大原因它都做美国。OK， 也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战，所以现在没有办法，他们就必须要2轮第一轮你受伤，第二轮更是。好，你也有在文章当中有写到说，认为说马来西亚的制造业是最大的赢家，包括像家具啊、手套啊、半导体啊，这些都是关键的产业嘛。那其实它既然是我们关键的产业的话，其实有没有看到说政府在政策或资源上面给这些产业更多的支持呢？我认为啦。马来西亚的政府现在都注重在那种跨国企业，所以有时候你看他给那种企业的补贴，尤其是对外国补贴，就是都给他们补贴，都很大的优惠。当然外国企业进来，尤其美国一进来，你看
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那么本地企业呢，再投资其实蛮多的。副贸工部长刘振东讲过，马来西亚是全世界其中一个再投资好像排名第1的国家。就是你在马来西亚投资，你再投资，它有一个灯叫什么，我一下忘记了，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所以马来西亚为什么美国投资我们直接投资的 No.1， 是因为再投资，加上新的，比如谷歌了TikTok，所以新加坡的，对吧？进来这边投资的话，马来西亚是很多。那么至于马来西亚政府有没有对本地商家一些辅助或什么的话？其实是有的，只是讲家饰业做得不错了嘛，那我们的电子业或半导体那不用讲，是国家致力扶持的一个行业，对吗？那个绝对会有，开始开那种半导体的那种课程都有。OK， 那个 data center 我们的电便宜，还有水也便宜，所以很多的涌入进来。很多经过新加坡进来，所以都有的，只是讲我认为啦。鼓励投资 ，Matrix 也做得很好。昨天我遇到他的 Deputy CEO， 他们马来西亚的出口其实在增长。只是讲今天我们遇到2个大象在打架，是吧？我们应该如何怎么有时危机是一个机会了。是你说到这个机会的部分的话呢，因为你也有表达说希望政府包括像是这个 MyDeck 他们可以来开设亚马逊的课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电视画面上面有看到就是他们的这个超市上面的这个架上都是空空的，因为现在没有中国的产品在那边销售到，因为他们过去太依赖中国的产品，所以现在就出现了这个空窗期。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机会，我们要如何去填补这个空窗期？其实全世界都太过依赖中国的廉价产品，是对吧？马来西亚强项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手套，家具、半导体，还有另外一个其他任何一种民生的产品都能够。比方讲，我朋友做一个 personal care 的，就是化学chemical， 像马来西亚 chemical 是不错的，护肤品之类都可以进行这个美国，因为你看人家其实很好玩。当美国跟中国脱钩的时候，我在一篇文章里面写到，美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净土。马来西亚我们自己国家里面将会面对第二波的那个冲击。我相信电商尤其是还有很多在马来西亚做生意的朋友，一定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也马上看到一些机会商机，就是我打个 MDEC。还有一些朋友做那种 forwarding 到美国的，我们都认为这个商机。为什么呢？因为175、145，它基本上不用做了，对吗？就算你卖贵一点，再买下去他也能够接受的。为什么是讲电商呢？因为电商是你看人家中国每一年输往美国的电商差不多1000亿美金，1000亿对马来西亚是非常非常大的数目。他们几乎最少50%以上认为电商要倒闭，这个是马来西亚的机会，因为第一，因为小商品到美国是不用交税的，所以马来西亚过去中国的商品是不用交税的，所以你看一个不用交税和一个要交175% 的税，完全不同的进，它是一个像你讲的空窗期，这个时候是我们填补的时候。我们这个叫 B2C。OK， 好，接下来呢，我想要请刘明来帮我们打破一些迷思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常听到说是马来西亚需要中国，所以当这个中国主席习近平来访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各种各样，不管是中文媒体也好，或者是政治人物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其实看在很多的这个网民眼里是觉得蛮心疼的啦，为这些政治人物觉得心疼，说真的有必要做到这样吗？然后在坊间其实也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其实是中国需要东南亚因为现在他被美国这样子打压，他需要更多人来加入他的朋友圈而且是中国需要马来西亚多过马来西亚需要中国，你认同这样子的看法吗？我绝对认同，2个层面，第一个是政治上，现在他有盟友嘛，
对吧？他需要盟友，他需要盟友。那么他们最近出了一个政策就是什么到周边国家交朋友，最亲近的就是东盟嘛，越南他去了他将会我相信他将会去访问其他的东盟国家了，那个第一点。那么那政治层面因为要拉帮结派，对美国也是这样对吗？那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也尝试拉澳洲那个欧盟嘛，都不成功，对吗？那个第一点。政治上、经济上呢，其实我们一直好像是中国的，你讲投资，其实中国没有在三名里面，完全没有。最大也是美国，是直接投资了，但是我看到政府想到好像很大是之前1700亿前的 MOU 有没有多少是这个真的是能够投资实行在马来西亚，没有人知道。第二呢，他们很多人不懂贸易，国与国中贸易它有顺差和逆差，是因为现在就说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贸易伙伴是没有错，对，问题是你是顺差是逆差，对，我们能够卖中国什么东西？反而是他卖很多东西给我们，什么都可以卖，对，飞机大炮都可以卖，什么都有，我们卖什么给他？这个情况底，有时候人家我跟你讲说，猫山王榴莲嘛，对不对？有时候我跟你讲中国哇，开放叫你卖几粒榴莲过去，我们好像得到很大的恩赐，有时候我真的很心疼的。其实他每一天都输入很多产品给你，当然是我们要用的，无可厚非。所以不要把中国当作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贸易伙伴是表示我们他最大的，很像他是给了我们什么恩惠这样子，根本其实不是。要讲起来是其实美国，不是中国。每一年逆差，我在我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我们对中国的逆差是500亿，表示中国赚我们马币500亿每年，而且每一年在增长。美国你每天骂美国又背革他的产品，对吗？又讲了霸权，是，他每一年我们顺差是1100亿谁是财神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国际形势，我们不能够很情绪化，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不能够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当然顺差也好，逆差也好，只要保持大家要制衡啦。我认为国家领导最重要的那智慧是要怎么制衡国家。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是不结盟国家集团是南集团是不结盟国家嘛，是对吗？所以马来西亚是其中之一。只是讲近来我是担心我们首相他的一举一动好像是比较轻重了当然我们什么中华儿女我们无可厚非，不过我认为在国家利益底下，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够选边站。当然像你讲的，目前为止地缘政治底下有点难，不过你还是我认为有一点安华讲得很好，就是把整个这个方向推到去整个东盟，我认为是对的，用整个东盟跟他谈判，你不要以自己立场，你肯定得罪两边的人，你东盟来跟他谈。好像最近他讲我们东盟我们整个东盟不会会跟东盟跟美国谈，不会选边站，不会跟他反击他的贸易战。我认这一段话是对的。不过你一到习近平主席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谈？这个考他智慧了。是因为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习近平他去到越南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特朗普他就开酸了，他就说这个越南是跟中国在一起，他们要对 screw us 要来就是 screw 美国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也在担心，因为现在这个是关税休战90天的这个时期，各国都要去排队去跟美国来谈。那现在我们又用这么高的规格来迎来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接下来这几天还会有怎么样子的宣布？其实我相信美国他一定是盯得非常的紧的，非常紧，肯定。其实到刘明，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去跟美国谈，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策略？我相信其实你看人家你看好像那东国少妇有讲，我们对美国的怎么讲关税是有5.6%的，那个可能是香烟或者是酒精之类的，我相信是那种不多，我们最多是
跟你0对0，对吗？是，所以其实我认为啦，当你讲对等关税的时候我们对美国绝对没有问题。不过他的所谓对等，他自己算法乱算的，美国对47%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不怎么来的，对吧？所以我是认为是这样，我们跟他谈的最重要是对马来西亚不会讲我们什么人钱之类的，我认为最重要是 what can you offer， 就是你能够买什么，你能够跟美国买什么，这个很重要。可能牛肉，它的怎么讲，大麦、小麦之类的，还有就是可能飞机，甚至一些武器，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你能够购买什么？飞机之类，可能每一年我们要波音啊，那个对吗？对，你可能就能够这样子，他一定跟你拿一些讨一些便宜的个特朗普，所以他一定跟你 offer 的，你能够买什么？所以我是认为24%，只要没有去在所有我们的竞争国家当中，我们邻居当中，我们其实是最便宜的、最少关税的地方，对吗？所以现在怎么样去把它谈到更低？可能10%， OK， 就在那边基本关税10%或者15%，我们都 OK 了。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其实就是要让特朗普他在美国国内怎么样子更有面子，能够跟他的选民来交代啦。对，你其实跟他买多少钱这还是其次，你怎么样子让他觉得说你跟他买很多东西，让他能够跟他选民交代，让他能够告诉他的选民说，我真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了。是，你看他现在中国制裁，我用制裁美国是他的农产品嘛，他农产品一定要有气象嘛，对啊，所以美国也需要啊。可能牛肉啊，什么大豆、小麦、大麦之类东西，我们给他买啊，没问题啊。买的多或少，那个另外一回事啦，对吗？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要谈判的了，这个留给那media他们去谈对吗？他一定问你的，肯定的。是，那其实你对于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你是非常了解啊，你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企业的活力、强项在哪里、长处在哪里，你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你觉得在这一波的贸易战当中，有哪一些的行业是最有机会的？大家可以就是看准这一次的商机，美国这一个货架上面的这个空窗期的商机，你觉得哪一些行业是应该现在要打起精神来？马来西亚是全世界the most trading countries， 我们排26，以前是21、22、23，突然掉到26，不还是不错。为什么呢？你看马来西亚人哇，跟你中文没问题，英文更没问题，对吧？是，什么文都没有问题，印度文也没问题。我们适应能力很强，适应能力很强。而且我们马来西亚人非常友善，那全世界都认同的。我们国家多元种族，你讲哪里的国家都有，这是我们优势。那我们做起生意也不差。至于问我哪一个产品是我们比较能够有活力的除了我之前讲那几种之外，其实有一个事情，我认为我们还是要跟中国合作的。OK， 一定要。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不能去嘛，对吧？很多产品可以在这里，我们怎么跟合作？那这一点我想要讲一下，就是当我们的马来西亚政府无所作为的时候，其实民间之间、人民之间应该是跟中国有个合作协议，就是比方讲进来你这投资不是其产地，你可以进来这里，对吗 ？OK， 真正是在这里，真的不是其产地。你看美国怎么抓到你？抓那个字讲你其产地，你连那个公司的品牌也是中国的，那个100%拥有权是中国的。OK， 只要你把里面的组成一看就知道你是其产地的，对吗？对吧？就说你来投资把你当其产地了，对吧？是，那个一定要改。你看我曾经建议给那个刘振东副贸工部长，他问我你怎么把这个他们中国这种廉价商品进来怎么阻止？我讲很简单，你要改法令。第一，他进来背 up 1块钱外国人OK， 一个本地的股东你就可以成立一间公司你在中国可能没有这种优惠对吗？所以你一定要改。你 背 up 可能是100万、200万，你要设厂可能500万，是对吗？然后你要有一个门槛，你本地可能是你的合作伙伴可能是50%，一定要从制度上面，你要制度改。所以当我们跟中国人合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谈。其实很多中国的朋友都找我怎么去配合，因为他们美国基本上，我告诉你啦，两边都上，
都在受伤哈，受伤最惨重的是中国了。现在不要告诉我，现在你能够吃树皮吃3年了，现在中国跟毛泽东现在怎么一样呢？你像这样的没吃那个树皮吃3年，不可能的事情，对吗？现在都呱呱叫了，所以他一定还是要保证美国的市场，一定要进来。马来西亚其中一个他最经济，我们人民之间怎么去谈？这个非常重要。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马来西亚现在在政府的层面上面啦，很像我们的姿态有点摆得太低。其实我们要去认清我们自己的地位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是被需要的，对不对？现在是我们不应该摆低姿态，而反而我们是要摆高姿态。是，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中间人，成为这个中美贸易战中间的一个缓冲区，是，对不对？我们要很自豪的，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这个能力，我们就是有这个地位。要来成为贸易战之间一个缓冲，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去得到一些利益。对，我认为这个很重要。我看了一个陶杰的一个他的 podcast， 我认为讲得很好。他说在以前中国跟美国的还是跟美国的那个朝鲜战争的时候，李嘉诚和霍英东就是那时候发财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的贸易战，其实马来西亚两边都那么友好，对吗？而且我们像你刚才讲的，我们非常善于经营，善于做贸易，非常简单。我认为，虽然我们排行第26，我跟你讲，我们应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个很会做生意的民族，一个国家。是，所以我认为，利用马来西亚跟中国跟美国的友好关系，我认为这个从中有很多商机。这一点我看到，不是每个人以为哇什么反中必反，对不起，不是。是因为其实，在上次的节目之后呢，有人批评说你可能对中国有偏见了。我相信，其实达豆刘明刚刚的那个论述就已经很清楚告诉大家，其实不是一个偏见。我也不是机会主义者OK， 只是你是站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利益上面，绝对是在马来利益上面，就是要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局势当中去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是，但是你觉得现在已经看到的有一些的宣布当然我觉得在今天之后肯定就会有更多的宣布说马中之间要如何更紧密的来这个合作。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了像是龙兴高铁这样子的一种公共工程，很多人现在都在喊说希望这个习近平主席过来能够推进这件事情。其实你认同我们的这个龙兴高铁是由中国来建设吗？假如是便宜I don't mind， 因为但是也要安全也要安全，那个最重要。不过中国那么多那么久，它的建高铁的经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OK， 这个龙兴高铁到底有没有建了？这个现在就是还在谈对吧？还在谈对啊，而因为包括政府是表示说，政府是不会出资去，他希望是用这个私人界的投资的方式嘛。你认为中国还有钱吗？这也是另外一个我自己也是一个要打一个问号，已经很大的一个压力，很大的压力，不像以前了。所以我们政府应该还要有智慧去判断这件事情，不能因为人来了就人来疯，就我们就签一个什么合约，开始要建。能姐，我告诉你在国际政治里面地缘政治里面其实也是很现实的。有钱你就很多朋友，你没有钱你没有朋友，对吧？跟比我们现实世界更现实，对吧？你以前就美国，为什么美国我们买它怕？它就是最大是它有钱对吗？以前中国为什么每个人要讨好你？因为你有钱。当你开始没有钱的时候，谁看你？是，包括马来西亚都是这样子，对吗？达豆刘明，今天节目最后，你可能对于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你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过情绪化了。我认为假如看得很清楚的话，中美贸易战它其实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很简单，马来西亚市场，假如政府没有管制，而且我不认为马来西亚政府有所作为，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放太多希望在本地市场。你问10个中小型企业，11个会告诉你，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
真的。而且我来之前，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我们有个时间很难找工人，对吗？找员工很难吧？现在很容易找，为什么呢？因为你懂，疫情过后，我们有个叫灵魂经济，对吗？就是很多年前人，我随便在网上卖一些东西，我每个月赚9万块钱，对吗？我告诉你，疫情过后，中国的产品进来，它不是进来，它平时进来，它连人带货一起进来，又什么 TikTok 啊，又那网红之类的东西，已经把我们本地的人打趴，所以变成很多年轻人想在那个线上赚钱，电商已经不是那回事了。所以我是认为，我鼓励，尤其当你会做电商的话，转战可能外国亚马逊或者 eBay 或者 Etsy。那不管你有个网站叫 Etsy， 对，它是专门卖这个手工制品的，对，文化产品。其实你懂不懂？那边没有中国的，对，因为很多人不懂。因为工厂制的这种流水线的产品是不可以在上面，他不要的，他不可以在上面卖的，他把它全部是你必须一定要是手工艺的，是，对，所以变成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所以我认为是时候看外国，尤其是美国，因为它是我再强调它是地球上唯一的净土。为什么我们要舍净就卷呢？净是净土的净，是卷是内卷的卷。马来西亚肯定内卷，为什么要舍净就卷？美国是一个市场，真的好的去经营，可能也能够跟中国人配合，达到双赢的一个情况。是，今天非常谢谢拿督刘明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你每次过来，然后给我们的这些想法，包括你刚才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是去接近美国的市场，但是还是依然可以跟中国来合作。对，这个是一个我们觉得我们站在中间一个非常好的，成为一个缓冲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反正中国它技术什么都有，你知道吗？对，你不可能，世界不可能没有中国，只是怎么利用中国，不可以给它视为西产地。你西产地你完蛋。是啊。好，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提供给大家参考啊。那么对于今天拿督刘明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意见或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BFN财经所制作的由BFN财经所制作的。